嗨，大家好！如果你是待在技术部门或是研发团队的朋友，是不是常常一听到 PMP 这三个字就觉得头很痛？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拆解一下这个东西，让你看看它到底怎么样可以变成你手上最强大的专案管理工具箱。好，我们直接来面对这个问题。讲到 PMP， 你脑中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那种厚到可以当枕头的流程文件，永远开不完的审查会议，还有那种一步错就全盘皆输、超级僵硬的瀑布式开发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，放心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真的是很多人，特别是我们的 RD 对 PMP 的刻板印象。但是事实是 ，PMP 早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老古板了哦，它早就进化了。就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人才金三角，现代的 PMP 它更关注的是三个非常实际的领域。第一是跟人有关的影响力，也就是人员；再来是做事的方法，也就是流程；最后是你对商业的理解，也就是商业环境。这整个思维可以说是一个超大的转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来哦。首先打破你对 PMP 的旧印象，接着带你了解它新全的思维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会一起打开这个强大的工具箱，看看里面有哪些宝贝。最后呢，我们会聊聊怎么把这些东西用在实战中，并且给你一个简单的导入路径图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深入聊一下这个新的思维。简单说 ，PMP 已经从一套死板板的规则变成一套你真的可以用、非常有价值的技能了。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哦。你看现在 PMP 考试的比重就知道，高达42% 是考跟人有关的技能，像是你怎么沟通、怎么领导、怎么带团队。另外58%是关于流程，也就是各种不同的做事方法。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现在的 PMP 更重视的是你这个人实际上怎么带领团队，怎么解决人的问题，而不是你多会背书。所以重点来了，现在学 PMP 早就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，而是要掌握一套能真正带领团队、推动创新、帮公司创造价值的实用技能。你想想，这跟我们研发团队追求高效、追求创新的目标，根本就是一拍即合啊！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现代 PMP 最酷也最实用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一直提到的这个工具箱。我们在 RD 部门的都知道嘛，我们的工作超多元的。你想想，搞硬体开发的时程跟风险，跟纯软体开发那种快速迭代，还有韧体那种软硬整合的复杂度，需求根本完全不一样。如果公司规定你只能用一种方法来管所有的专案，那肯定会到处卡关，对吧？这张图就讲得非常清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的左边，这是比较传统的预测式方法。你看它的流程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，很像瀑布，对不对？这种方法很适合那种需求非常明确的专案。然后你再看到右边，这就是我们 RD 比较熟悉的敏捷式开发，它就是一个圈圈不断的循环迭代，快速修正。现在 PMP 的精髓就在于，它告诉你这两种方法没有谁好谁坏，它们都是你工具箱里的工具，你可以自由选用。那当你把这两种武功都学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使出最强的一招，就是混合式方法。你可以根据专案的特性，自己决定什么阶段用什么工具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从一个只是遵守规则的人，变成一个真正主宰工具的专案经理。好，我帮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如果你的专案需求很明确，不太会变，像是硬体要开模这种，就很适合用预测式来做详细的规划。那如果需求还很模糊，需要边做边看，不断调整的，像是开发一个新软体，那用敏捷就对了。最棒的是什么？你可以混合搭配呀。比方说，我们用预测式来规划整个产品的硬体大时程，但是里面的软体团队就用敏捷的方式跑 Sprint。你看，这就是弹性。OK， 讲了这么多心法，我们总得来点实际的招式吧。现在就来看看有哪些工具可以马上解决你每天遇到的头痛问题。这个场景大家应该都看到快腻了吧？老板一个指令，市场部一个要求，业务又有不同的想法，每个人都来掺一脚，专案经理夹在中间，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。
PMP 工具箱里就有一个超好用的法宝啊，叫做权力关切方格。它很简单，就是帮助你画出一个二维图，把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放上去，谁的权力大，又超级关心你的专案，这种人我们要密切管理。那谁权力很大，但其实不太管细节，这种人我们要保持满意。透过这样分类，你就能把有限的时间跟精力，聪明地花在最重要的人身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常常不是外面来的，是自己家里院子烧起来的。像是开会到底谁拍板定案，有问题要用 email 还是用 Slack， 大家对做事的方法没有共识，结果就是一堆不必要的内耗跟时间浪费。这时候，团队章程这个工具就派上用场了。它不是主管发下来的命令哦，它是一份由所有团队成员一起坐下来讨论、一起制定的团队宪法。大家一起定义我们团队的价值观是什么，我们沟通的潜规则是什么，我们怎么做决定。有了这个，团队的向心力跟效率都会大大提升。当然啦，工具箱里的好东西还多的是。常常遇到需求一直加，也就是所谓的范围浅变吗？你可以用需求追溯矩阵来追踪。觉得大家资讯不对称，沟通一团乱，那就做一份沟通管理计划。最怕的是一再踩到同样的坑吗？那就建立一个经验学习知识库，把每次的成功和失败都记录下来，让知识可以传承。这些都是马上就能用的实用工具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工具跟心法呢，你可能会想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我该怎么开始啊？关键就在于心态的转变，还有一个清楚的路径图。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，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跑流程而跑流程，不是要搞一堆官僚制度。我们的目标是聪明地选择对的工具，来帮助我们的专案更成功，团队合作更顺利。所以如果你想开始，可以参考这个很简单的路径图。第一步，先搞清楚你的专案在整个公司策略里扮演什么角色。第二步，专案启动时，好好的把团队建立起来，让大家有共识。第三步，根据你的专案特性，选择最适合的管理方法，然后带领团队执行。最后一步，在过程中不断支持团队，持续改善。然后专案结束的时候，记得把学到的经验好好记录下来。好的，那在我们今天内容的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，回想一下你目前在专案上遇到的最大挑战。PMP 工具箱里的这么多工具，你觉得哪一个可能就是你现在最需要的解药呢？想想看哦，答案或许会让你眼睛一亮哦。